面对领导直接吐槽，真是畅快淋漓。那个女孩一尝试就无法自拔了，她让领导骚扰女员工的事迅速传开，确保那个渣领导在公司没法立足。女孩帅气地辞去了工作，她抛弃了那份毫无价值的职位，带着背包开始了她的随性之旅。女主角夏天是个普通的上班族，她的生活就是家和公司之间的往返，她在公司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在家的时光，再加上每天拥挤的通勤，她对未来感到一片迷茫。这个夏天她准备了一个提案，她打算在新来的总裁面前好好展示自己。她提早到会议室里排练，但是她收到了领导和同事带来的坏消息，新总裁对咖啡的品味很挑剔，结果给总裁跑腿买咖啡的任务落在了好说话的夏天头上。会议就要开始，夏天拼命赶回，她气喘吁吁地买回了咖啡。她到了会议室门口才知道会议已经开始，更要命的是，那个女同事正在用夏天的提案发言。新总裁对这次提案很满意，夏天不敢打断会议的气氛，犹豫再三，他一直等在门外，直到会议结束。讽刺的是，那两个人还装出一副好人的样子。他们说夏天刚离开，总裁就到了，于是女同事不得不临时顶上。新总裁请客吃饭，他们故意不叫上夏天，他们害怕自己冒功的事情暴露。夏天只好在路边匆匆吃了几口。就在这时，夏天的妈妈打来电话，她准备了一些小菜，想找机会给女儿送去。母女俩都不愿相互担心。夏天听到电话那头妈妈的声音，她才知道妈妈身体不适，还在辛苦工作。那天晚上，失落的夏天去找男朋友阿正，她特地带上了阿正最爱的寿司，她希望在男朋友那里得到安慰。结果当她抱怨完工作上的不顺时，阿正连问她2个问题。他问她为什么不反思别人，为什么要欺负她，问她为什么不去争取自己应得的功劳。阿正默默地看着夏天，问她是不是生气了。夏天软弱地回答，他了解阿正喜欢指点，但通常不会这么不耐烦。曾经的阿正即便指导，也总是耐心些。这时阿正说了更让夏天震惊的话，他不是厌烦夏天，他厌倦的是眼前的这个女孩。夏天假装没看出阿正的冷淡，逃回了自家。回到家，他不停在自己身上找原因，他自责自己急于结婚，失去了吸引力。夏天给阿正发了条信息，想模糊过去今晚的争执。阿正回复的斩钉截铁，说要结束这段关系。那几天里，阿正一直没联系夏天。心不在焉的夏天工作时又遭受了打击，阿坏把夏天叫到会议室，痛斥了一番。他因为擅自选择了更便宜的合作伙伴而被责备。夏天明白阿坏为何发怒，这位男领导不仅性骚扰女员工，还跟合作伙伴拿回扣。但夏天只是个普通职员，他明知领导不是好人，却不敢冒着丢工作的风险反抗。可怜的夏天带着满腹的委屈回到家，天色已晚，他没时间做饭，只好简单的泡了碗面。那晚下了一场大雨，夏天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他的世界完全崩溃了，他疯了一样冲到医院。在哥哥的带领下，他来到太平间。不久前还给夏天准备小菜的妈妈，现在安静地躺在那儿。夏天的眼泪如决堤洪水般泛滥，泪水中有悲伤、不甘，还有强烈的遗憾。夏天曾经向妈妈承诺过，等他挣钱了，一定要好好孝敬妈妈。我想这是很多孩子曾经对父母做出的承诺。可悲的是，夏天再也没机会实现那承诺。从妈妈去世到葬礼结束，他持续着那种撕心裂肺的悲伤，直到阿正出现，他才稍微恢复了一些生气。夏天送走了妈妈，也送走了前男友阿正。他看得出对方没有丝毫复合的意向。那个夜晚，夏天曾经最在乎的一切都离他远去。办完丧事的夏天回到家，收到了妈妈生前寄出的小菜包裹，包裹里的一张写着好好吃饭的纸条让他再次泪崩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夏天像行尸走肉一样，他每天机械地往返于公司和家，脸上再无表情。一次小小的意外让夏天感受到了生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。原因是有一次坐车时，他的耳机被旁边乘客挂住了，他只得下车，转眼间车门关闭了。等待下一班车时，夏天偶然瞥见地上的花瓣，自此他感受到了一种日剧里慢节奏的惬意。他顺着飘落的花瓣看向窗外盛开的花朵，这才发现原来春天已经到来。生活中头一回，夏天大胆的翘班。在上班高峰期，他逆着人流向市中心的反方向走去。夏天获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他发现车厢内的世界宛如一个平行世界，这里一丁点儿也不拥挤，车窗外的风景清晰可见，乘客们都很悠闲，期待着夏天能带来的无限美好。夏天的心里，那些被遗忘的东西又重新燃起了。那些东西包括探险的欲望、断绝往昔和对生活的渴望。回到家，他在接到阿坏电话时提出了辞职。有点讽刺的事发生了。夏天回公司整理个人物品的时候，曾自高自大的阿坏和绿茶带着笑脸把夏天带进了会议室。他们各种劝说，希望他留下。这其实也容易理解，因为他们都不想突然失去一个这么能干的员工。看到夏天坚决要走，阿坏说的话也越来越难听了。夏天也不再迁就阿坏，他先是严厉斥责了阿坏，然后酷酷的走了。离开时，他也没忘记把阿坏做的事发给了全公司的同事。哦豁，阿坏这回有得忙了。又是一个忙碌的早晨，夏天乘坐着往市中心相反方向的公交车，一路上欣赏着花景。他决定从此为自己而活。
夏天到了海边，脱下卫衣和鞋子，笑着跑进了海里，就像是摆脱了过去生活中的束缚。他在海里尽情的笑，此刻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束缚这个凤凰涅槃的女孩了。夏天的计划很简单，他开始了一场随心所欲的旅行，打算在旅途中找一个短暂停留的地方，等到有了更明确的目标，再结束这段旅行。他被乡间的风景、孩子和老人家所吸引，这些往往是许多人童年时的记忆。爱读书的夏天来到了当地图书馆，在那儿，他读到了海明威的那句名言：一个人可以被摧毁，但永远不会被打败。这句话又给了夏天力量，他决定在这里定居。这时候，夏天向不远处的一位长发美女询问中介在哪里，可走近一看，那不是美女，而是尴尬的男主大凡。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以夏天的匆忙逃跑收场。不过1分钟后，他们又遇到了。夏天帮踢球的孩子们把球踢了回去，结果不小心打到了追出来的大凡。夏天上前帮忙时，大凡塞给了他一张纸，而孩子们帮忙把好人缘的大凡送走了夏天。愧疚的夏天直到走远了，才发现大凡给他的纸上画着通往中介的地图。去中介前，夏天又去了便利店，结果在店里碰到小春偷东西，事情又变复杂了。小春意识到自己露馅了，他故意把商品的条码贴在夏天身上，导致夏天被店主房歌物以为是小偷，盘问了好一阵子。夏天看出小春和房哥认识，他犹豫再三，最后还是选择了不揭露真相。中介带着夏天参观了许多房源，不是太破旧，就是价格不菲。最后，中介找到了一栋废弃已久的大楼，他说服房东以非常低的价格将其租给夏天。中介去和房东谈判的时候，夏天独自一人爬上了楼顶。他发现从乡间的高处看出去，景色格外美，这一幕几乎让人心生退意，想要立刻开始一场与山水为伴的旅程。不久，房东的儿子房哥得知了消息，他刚好找到了买家，想要购买这座大楼。为了阻止房子出租，房哥于是告诉夏天大楼之前发生过死亡事件。没想到夏天勇气十足，他还是决定租下了这个地方。搬进来的第一天晚上，夏天甚至连床都没有。他回忆起出发之前的种种，夏天把所有的东西都处理掉了，只保留了一个包里的衣物和日常必需品。这次断舍离让他意识到自己之前的生活太过杂乱无章。之前因为外观买下的杯子，因为价格买来的鞋子，很多东西他甚至没有用第二次。这一次，夏天决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，不再随波逐流。他决定真正为自己而活。他去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证，打算在这个宁静的小镇上悠闲的阅读。没想到在图书馆又遇到了小春，他们不小心拿错了对方的手机。这场误会让他们交换了联系方式。经过一番闹剧，夏天发现已到了吃饭的时间，他决定去小饭馆好好享受一顿。饭馆里都是中老年人，看不到其他年轻人或小孩。夏天仿效其他人点了一瓶烧酒，想要痛快的放松一下，结果他不小心喝多了，仿佛飞到了外太空。酒后的夏天食欲大增，甚至连邻桌剩下的食物都清光了。这成了夏天记忆中的最后一幕。当他再次清醒，发现自己躺在图书馆里，一段尴尬的回忆随之涌上心头。原来他醉酒后又跑回图书馆，结果不小心在一个角落睡着了。大凡费尽心思想叫醒这个打鼾如雷的女孩，但夏天睡得太沉，他如果再喝多一点，可能会一觉睡到夏天。大凡无奈，只好留下陪他一直等到凌晨，因为图书馆要到早上8点才能通电开门，这意味着他们今晚注定要一起度过。夏天看着大凡不停地写着纸条说明情况，他下意识以为大凡无法说话，内心的愧疚感愈发强烈。倒霉事接踵而至，夏天又碰上了麻烦。最糟糕的是，厕所还在室外，他得从凌晨3点熬到早上8点，期间必须保持高度警觉，一不小心就可能会丢掉裤子和自尊。终于熬到了8点，夏天小心地去了厕所，等他清爽地出来，大凡已经拿着他的包在外面等着了。夏天觉得非常尴尬，忘记拿包就想逃跑，他们一追一逃的场面相当滑稽。在逃跑中，夏天意外地发现，原来大凡是能说话的。回到住所，夏天爬到天台俯瞰周围，他注意到隔壁楼上有个戴眼镜的男人正冷冷地望着他。今天继续带来自于社畜女孩夏天历经失恋、亲人去世、辞职等重重打击，她断舍离过去，反而获得了重生。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上，以极低的价格租了一栋旧楼。在原本工作的时间里，她忙着打扫卫生，闲时就看着树叶间透下的斑驳阳光发呆，对住所进行小修小补。她根据自己的存款制定了一项计划，不工作1年也能维持基本生活，每天的生活费控制在1万韩元左右，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53元6角。于是他去菜市场买菜的原则变成了量大优先。夏天体验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，他常常去图书馆泡上一整天，尽情阅读，不必担心别人的目光。晚上则熬夜看电影，因为第二天他没有必须早起的任务。偶尔他会在凌晨出去运动。他可能在金钱上不富裕，但在时间上却是个富翁。夏天很想告诉妈妈，他现在的生活其实过得还不错。遗憾的是，人间和天堂之间没有邮递员。有一天夏天出门买东西，偶遇一位老奶奶春奶，她在扶着喝醉的儿子春哥。夏天好心帮忙，将春哥送回了家。春奶非常感激，给了夏天一大把糖果。
回到家的夏天吃糖果却感受不到一丝甜味，他的脑海中全是那个颓废的春哥。这时，一群把大楼当秘密基地的孩子们冲过来拿夏天开涮，用水枪把他全身淋湿。紧接着，夏天发现水管也出了问题，他被水淋得狼狈不堪，只能用胶布将漏水处临时粘贴，勉强应对。这一切其实都是房东的儿子房哥精心策划的阴谋。房哥整日里琢磨着怎样才能驱逐夏天，好将这栋楼卖掉。他甚至不惜花钱雇佣了一群孩子前来捣乱。事情还远没有结束，房哥还特地找来了小春，让他在暗中对付夏天。而此时的夏天对这一切还浑然不知。他在图书馆和管理员大凡一起修复破旧的书籍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找回了久违的内心平静。但麻烦很快就找上门来，小春偷偷将夏天的水洒在图书馆的书上，这导致所有人都误以为是夏天不小心造成的损失。夏天因此遭到了不理解的责骂。当小春回到家，从春奶那里听说了夏天之前帮助春哥的事，他内心开始感到一丝愧疚。夏天打算上网购买一本书，以此来弥补图书馆的损失。可是他查询后发现，那本书既昂贵又缺货。正在这时，夏天遇到了一只粘人的汪星人。面对这么可爱的狗狗，谁能不想抚摸一番呢？在抚摸狗狗的过程中，夏天糟糕的心情似乎得到了缓解。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，夏天没注意到有个男人正躲在暗处注视着他。第二天，夏天去图书馆时发现大凡已经将那些书修复好了，他心中的愧疚感因此略有减轻。他请2位管理员喝了咖啡，并且分了一些糖果给经常待在图书馆的小春。小春看着手中转来转去的自家糖果，心情变得更加复杂。这时候，外面突然下起了雨，夏天急忙回家收衣服，却没带伞。大凡冒着雨，撑着破伞跑去给夏天找了一把伞。夏天焦急的表情终于被欢笑取代。收完衣服后，他匆忙出门去看望汪星人。善良的夏天想给汪星人买点吃的，可是他刚出门就被村民叫回，说有事情发生。原来大楼外面不知被谁恶作剧画上了涂鸦，那3个突兀的大字“快逃吧”非常刺眼。房东老房得知后非常愤怒，他对夏天没有好好照看这栋楼表示不满。房哥还在那说风凉话，认为夏天从大城市逃过来，说夏天肯定是因为放弃了自己的人生才会来到这里。房哥认为应该尽快让夏天离开，并把这栋楼卖掉，但最终还是因为和夏天关系不错的村民出面帮忙，这件事情才暂时平息下来。事情过后，夏天找到了正在清理涂鸦的房哥，他郑重其事地强调自己并没有放弃人生。房哥虽然做了不少过分的事，但还不至于彻底无可救药。房哥意识到自己的话伤害了夏天，急忙解释说他只是不希望夏天继续在这破旧的房子里过日子。尽管如此，房哥的话并没有真正安慰到夏天。第二天，图书馆宣布临时闭馆。夏季时，雨伞总是挂在门把手上，看他的表情依然满是沮丧。此时，大凡正陪着图书馆的另一位管理员秋天外出。秋天一心想考取大城市的公务员岗位，考完试后，秋天表面上答应带大凡去享用丰盛大餐，实则却带大凡去见了他渴望会面的一个熟人。大凡一看到那人的脸就掉头走了。另一方面，内疚的小春将钱还给了房哥，他放弃了阻止夏天的任务。紧接着，小春碰到了一个勒索夏天的泼辣女人胖嫂。胖嫂在当地开了个小吃店，自称是某条狗的主人。他硬是说夏天是偷狗贼，并想抢回那条狗。夏天发现胖嫂对那狗并不友好，因此他决定花自己仅有的生活费买下这只狗。没想到胖嫂所要的价格高得离谱，小春忍无可忍，站出来为夏天辩护。结果胖嫂竟然无耻地提高了价格。夏天大出血后，终于买下了那只狗。夏天回到家，心情更加低沉。就在这时，他接到了哥哥的电话。母亲去世后，哥哥拿走了房子和存款，夏天只带走了一枚戒指。然而，连这枚戒指也被嫂子盯上了。夏天怒而失望，悲从中来，挂断了电话。那一夜，他只有酒陪伴。男主角大凡的处境同样糟糕。今天大凡被秋天约见的，其实是他大学时的教授。大凡曾因某些事情暂时失忆，他放弃了优秀学生的人生，隐居到这个小地方。教授多次试图吸引他回去，大凡的脑海中不断闪现过去和现实的交错，心烦意乱的他只能夜跑流汗来分散注意力。第二天，夏天醒来，头痛欲裂。每个经历过宿醉的人都对这种感觉深有体会。他终于稍微缓解了一点。夏天看到小春送来的明太鱼汤和留言，依靠这个解酒神器，他渐渐恢复了些许。接下来的情节渐趋向喜剧电影《宿醉》的剧情。夏天发现自己脸上有伤，他还找到了彩票和取款凭条，却完全记不起来发生了什么。离夏天最近的取款机就在村里的小卖店，他跑去询问小卖店店主李婶，才知道昨晚喝醉后来这里取了钱。李婶担心他丢钱，让他把钱放进黑色袋子。李婶还说夏天想去银行自助取款机再取钱。夏天决定去银行试试能不能找到钱，急忙跑到银行旁的自助取款机，想要查看监控，看是谁拿走了那个黑色袋子。巧合的是，房哥也在银行，他因为缺钱，正在求银行的熟人帮忙贷款。房哥挺热心的，还和我一起查看了监控录像。监控显示，昨晚夏天在 ATM 取钱后不小心摔了个跟头，
路过的人群纷纷伸手帮忙，把散落一地的钱带捡了起来。因此，房哥和夏天又来找大凡，想要了解钱袋的去向。在大凡的叙述中，一段尘封的往事逐渐浮现。夏天清醒时总是唯唯诺诺的，但喝醉酒后他就变得勇猛无比，拳头飞起。他的疯狂程度甚至吓跑了当地的不良少年。大凡本想把钱袋还给夏天，但他就是不肯接手。大凡只能硬着头皮护送夏天回家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夏天开始胡言乱语，他大声谈起自己和大凡上次在图书馆共同睡觉的事情。大凡哭笑不得，急忙纠正道：“他们当时是在不同的房间休息。”但夏天根本不理睬大凡的解释，他继续不依不饶地追问大凡，询问第二天他是否听到了他在卫生间放水的声音。大凡赶紧装作听不见，结果却被夏天讥讽为太虚伪。更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还在后面。当夏天不稳地冲向大门时，大凡担心自己伸手扶他会造成误会，于是他果断闪到一边，任由夏天跌倒。这一幕正是夏天脸上伤痕的来源。之后，夏天坚持要大凡陪他回家喝酒。大凡考虑到自己的清白，决定果断拒绝，把钱塞给夏天后就逃跑了。这可能是扮演大凡的演员任时完有生以来最快的一次奔跑。夏天在听完这段尴尬的经历后，感到更加失望。他意识到自己的钱应该是和大凡告别之后弄丢的。房哥在帮夏天找钱之后，透露出他真正的目的。他询问秋天何时下班，表达出想要约会的意愿。秋天用“我后天下班”这句话让房哥哑口无言。在另一边，绝望的夏天去了小春家，希望了解是否是他拿了钱。结果只有春奶在家，夏天没有找到钱，失望的返回。晚上，满身污垢的夏天一脸失落的往家走。在路上，他遇到了大凡，他前来送钱。他解释说自己不小心把钱带回家了，但他回忆混乱，记错了事情的经过。尽管谎话百出，夏天竟然还是信了。夏天严厉地责备了大凡一顿。回到家的夏天见到了小春和一位神秘的男生小狗。这位男生是小春的同学，显而易见他对小春颇有好感，因此他暗中跟踪小春，观察他的状况。夏天打算煮泡面招待这两位客人，他还含蓄地为之前误会小春的事情道歉。当他准备烧水时，水管再次出现漏水问题。小春得知房哥对这栋大楼的疏忽，一怒之下去叫房哥来修理。这次房哥的举止格外异乎寻常，他不但迅速响应召唤，还搬来了许多家具。此时，那个偷窥的邻居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他就是胖嫂的儿子，小名叫小胖。出于某种原因，胖嫂神情严肃地告诫小胖不得外出。随后，房哥在帮夏天彻底打理好房间后才告辞离开。他私下向夏天坦白了自己这般殷勤的原因，原来是夏天的钱被房哥的孩子小房捡到了。小房意识到这笔钱并非天上掉下的礼物，而是夏天不慎遗失的，因此他找到了大凡哥哥，请求帮助归还钱财。这一切房哥也是事后才得知，他再三请求夏天保守这个秘密。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，夏天感到对大凡非常愧疚。自母亲去世之后，他第一次感到这个世界不仅充满恶意，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善意。小时候，他目睹父亲急匆匆地从家里的台球厅跑出来，满心疑惑的大凡上了楼，接着他发现了姐姐的尸体。不久，警方介入调查了这起案件。在众人面前，凡爸激动地责怪大凡让姐姐独自一人导致了悲剧。他表现得既悲伤又愤怒，像一个失控的父亲。当晚警察来询问情况时，大凡把看到凡爸逃跑的情况告诉了警察，结果凡爸很快就被警方带走了。他最终被判定为杀害女儿的凶手。不久之后，他回到了家中的台球厅，凡妈已经在沙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短短几天，大凡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悲剧。放下往事，时间回到现在，大凡在图书馆收到了夏天的道歉便条和一盆花，他微笑着将便条放好，把花放到了能够沐浴阳光的窗台上。对大凡来说，夏天宛如他的名字，热情又明媚，为他平静的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活力。夏天正是向大凡为上次丢失的钱道歉，他本以为这样可以心无旁骛，结果聊天时又不期遇到了一次大型的社交尴尬场面。直率的大凡把夏天醉酒唱歌失态的事情说了出来，夏天感到非常难过。他心想，为什么每次出丑的时候都有大凡在场？另一方面，小春不愿去学校的原因也浮出水面。原来学校里有3个少女总是嘲笑小春的出身，幸好每次都有小狗出面帮忙解围，而且班主任是小狗的姑姑。狗姑姑认为小春和那些少女一样品行不端，再让小狗和小春混在一起，我就去告诉他父母。小地方的民风也不见得都淳朴，像大凡这样的好人真不多见。图书馆的管理员秋天最近接了个差事，是帮一位作家去采访当地的老人。作家突然有事，秋天担心自己采访不上手，大凡主动提出由他和夏天来完成这次采访，想着能为夏天找到一些有意思的经历，同时也能和这位姑娘多接触接触。夏天自卑，本能的想要拒绝，可是大凡半真半假的提起夏天喝酒后唱的歌，夏天没办法，只能答应下来。那晚，夏天和大凡的经历很不一般，他们就像刚刚萌芽的情侣，对于第二天的行程既紧张又充满期待。第二天，夏天打扮得美美的，这对好看的男生女生来到了一位老奶奶家。老奶奶看似不好接近，
但被夏天和大凡的热情渐渐打动，聊了许多，还夸他们要是成了夫妻，肯定很般配。采访结束的时候，太阳快要下山了，夏天对大凡的好感又增加了不少。他发现大凡像个小天使，刚才还利用采访间隙帮老奶奶修好了厕所的灯。大凡请夏天以后还要一起继续采访。刚吃完饭的夏天提出要大家请他吃饭作为回报。这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关系渐渐暧昧起来。当他们回到图书馆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小春和小狗也在那里。秋天带来了个好消息，他终于考上了公务员，可以离开这个小地方了。房哥听说了也来了，主动提出要大家好好庆祝一下。没想到秋天和饭馆老板娘胖嫂搞砸了气氛。刚考上公务员的秋天不无得意地提醒小春别虚度光阴。夏天感觉小春随时会爆发，急忙缓和气氛，说每个人对生活有不同的期待，他最近正享受这种没什么追求的悠闲。气氛刚缓和点，胖嫂又来敲打小春，不能总指望年纪大的奶奶撑家。小春已经很不爽胖嫂用条土狗敲诈了夏天万韩元，于是他直接爆发了，饭也不吃，大家散了。秋天拉着夏天去了下一个地方。秋天总觉得没有上进心的人未来堪忧，他很渴望得到安全感。夏天则跟秋天说，大凡虽然平凡但善良，生活的也很受人尊敬，这里的人也很尊重他，人生不必给自己太多压力。夏天没能说服秋天，他赶紧跑到大凡家，借着喝了点酒的勇气，想让他振作起来，一起去首尔。同时，夏天回到自己家，看到脸上带伤的小春。小春刚和3个不良少女打了架，是因为他们说了些难听的话才动手的。回到家又遇到老爸喝醉了，发酒疯，心情很不好。他心里有话想说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幸好夏天没多问，直接帮他处理了伤口。他只叮嘱了一句，不管怎样，不要让自己受伤。那个夜晚，小春就像流浪猫一样，在夏天家找到了短暂的安宁。第二天，大凡和小狗在图书馆等着心爱的人。有几个在图书馆玩的孩子带来了坏消息，他们说夏天或小春有一个人被送进了医院。大凡和小狗急匆匆地跑向医院。小狗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小春，忍不住大哭。幸亏小春的伤势并不严重，他的肝脏稍微裂了点，做了手术，现在正在恢复中。大凡想到图书馆没人看守，就先回去了。夏天从小狗那儿得知情况，大凡一听说夏天或小春住院，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他那急切的样子让夏天心里有点复杂。这时，小春的弟弟把奶奶叫到一边，他们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。如果说是自己摔的，就无法向保险公司索赔；如果说是父亲打的，医药费可以报销100%号，但那样的话，父亲就要被警察带走。奶奶不忍心让儿子被抓，所以他打算谎称是自己打伤了小春。旁边的夏天听着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晚上，夏天陪奶奶回家，又看到了醉醺醺的父亲。这个颓废的男人突然说要戒酒，好像是因为女儿住院，自己却无能为力，触动了他。不知道夏天是不是也在想自己孤独的处境。他默默地离开，去喂狗、遛狗，没想到碰到了大凡。大凡猜到夏天可能会经常去医院照顾小春，他主动带了些书给小春，让他在医院无聊时可以看看，还主动承担起了照看夏天手中那只狗狗的责任。一天晚上，夏天在医院陪小春时，小春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。他小时候非常期待爸爸回家，喜欢去漫画店，因为可以牵着爸爸的手一起走。遗憾的是，现在的爸爸已经变了，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人。小春之所以会受伤住院，春爸喝多了，不小心伤到了他。夏天听了女孩的故事，心里很是难过。他打定主意要全力承担小春的医疗费。夏天去找房东要回房租，准备偷偷为小春支付医药费。他接下来找到大凡，想把宠物狗托付给他。大凡听说夏天要搬走，表情露出了失落。那个夜晚，大凡拿出了之前联系他的那位教授的名片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，一时无语。转眼间，小春出院的日子到了。夏天带着钱准备去付医药费，才发现已经有个神秘人比他先付了费用。房哥也偷偷的用老爹的银行卡准备来帮忙。大家一商量，发现付的钱都不是自己出的，顿时都觉得有些懵。房哥和小狗一起为小春举办了出院派对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开心的笑过了。大凡陪着夏天去参加了笔试后的面试，在等待的时候抽空去见了那位教授。夏天面试结束，找大凡时，看到他和教授一起认真解题的样子。大凡开车回去，踩油门格外猛，不清楚他是不是因为心里有人才这么急。一路上的夏天差点以为大凡是急着要上厕所，他还劝他如果真的急就停路边解决。大凡一心只顾飙车，没怎么理会夏天。他把车停在图书馆门口，然后下车向夏天的家狂奔去。他来晚了，派对已经结束了，不想打扰夏天休息，就没好意思上门。这时夏天养的狗狗帮了大忙，狗狗狂吠不止。夏天以为他想出去溜达，准备带狗出去时，看到了气喘吁吁的大凡。这位小哥没透露自己是急匆匆赶回来的。大凡以回家的路上顺路为由，陪夏天遛了会狗。聊天中，夏天得知大凡每天都起得很早去晨跑，于是夏天特意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时间。两个人默契十足，就是不明说一起开始跑步了。人类在面对情敌时的警觉，简直不亚于高科技国防装备。
秋天将大凡和夏天亲密互动看在眼里，他逐渐快要装不下去了。这个女孩更早就喜欢上了大凡，可是现在秋天车坏了都不太敢叫大凡修，他喊来了房哥帮忙修车。突然间鼻头一酸，扎在对方怀里哭了起来。暗恋秋天的房哥不知道秋天这是什么情况，他只知道自己的春天可能要来了。一边的夏天却弄出个笑话，他跟大凡约好了一起看电影，结果到了影院才知道电影得过几天才能上映。大凡就提了个备选方案，吃他们最爱的炸鸡配啤酒。电视剧《来自星星蒂尼》里就是初雪时这样吃的。不过夏天在街头这么吃同样很享受，特别是对面坐着一个让你心跳加速的人。回家的路上，两人开始玩问答游戏。当问到大凡最喜欢的季节，他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喜欢夏天。两个人都不好意思地笑了，但这温馨的气氛在到达夏天家时被打破了。不知是谁在他家的卷帘门上写了你杀过樊姐吗？这让大凡受了很大的打击，转身就跑了。夏天看得很心疼，他拿石头砸开了卷帘门的锁，拉开门把那些触目惊心的字眼遮住了。镜头切到了在门上写字的小胖，他一边写一边念叨樊姐去死，杀了樊姐。突然情绪失控，开始打自己。胖嫂急忙提醒他，隔壁现在不是樊姐住。小胖随即改口，樊姐危险，好像是在预警。第二天，秋天得知情况后找到了大凡家，他把倒地的大凡送医了。在医生和秋天的帮助下，大凡的状况才有所好转。秋天安顿好大凡后去找夏天了，他简要的说了大凡因目睹家人死亡而活在自责中，他费了好大劲才能安稳过日子。夏天的出现打乱了大凡的生活。之前大凡看到夏天为小春的医药费发愁，便联系了以前的教授，把论文卖了换医药费。现在论文的事闹开了，大凡如果不去首尔解释，教授的处境会很棘手。秋天希望夏天能劝大凡去首尔，并且不要跟大凡继续暧昧，给他带来更多麻烦。正好夏天、小春、小狗和大凡计划了一次出游，夏天打算找机会劝大凡去首尔帮教授解围，结果他们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带的食材箱落在巴士上了，只能去附近的农场帮忙摘果子换食物，这也给旅行添了一份特别的经历。然后他们去泡水嬉戏，夏天泡水总是不可或缺的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不管大家背负着怎样的烦恼，全都被暂时抛之脑后。夜里小狗接到巴士公司的电话，对方已经来取走行李箱了。这只小狗真是狡猾，满脑子心机，恋爱时那心计更是用得淋漓尽致。他马上带着小春去取行李箱。现在我们4个人正好分成2队。在独处时，大凡向夏天吐露了内心的想法。因为童年的经历，他变得沉默寡言，但自从遇到夏天，他的情况才开始好转。跟夏天在一起的日子，即便是夏天喝多了酒闹出笑话，大凡仍然觉得很自在。夏天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大凡的心情。小春也通过这次旅行看到了小狗不同的一面。原来这位富家少爷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无忧无虑，他的父母都是心理学专家，却从不关心儿子的心理状态。在欧洲求学的亚洲人常常遭受歧视，小狗得不到父母的安慰，反而被批评无能，最后因为打了一个欺负他的学生被送回国内。小狗还提到了他喜欢小春的理由。刚转学过来时，同学们都对小狗有所误解，只有不拘小节的小春欣赏小狗耳机里的音乐，还夸赞了小狗的音乐品味。小狗原以为小春早已忘记那天的事，实际上小春也一直记得那一天。这时天空下起了雨，浪漫的雨景放大了少年心中澎湃的荷尔蒙，他终于忍不住吻了那个女孩。这场雨同样降落在夏天和大凡身上，两对男女都选择了在雨中尽情释放。夏天告诉大凡，他得知了关于医药费和论文的事，在感激之余，他希望大凡能去首尔妥善解决这件事。大凡的回应是，只要夏天高兴，他就会去做。他立刻决定去首尔一行。同样是在下雨天，有人心情沮丧。房哥原本想找秋天表白，没想到对方喝多了，无意中表露出对大凡的好感。这世上总有人在伤心。旅行结束，夏天担心大凡去了首尔就不会回来，所以在深夜跑到了大凡家，提醒他去首尔只是解决问题，弄清楚后还要记得回来一起看店。大凡听出了夏天的真正意图，他笑得非常开心。小春和小狗陷入了青春的纷争中，他们心里都还想着对方，只是小春还想继续玩耍，小狗则是忘不了和心上人接吻的感觉。小狗正尽情享受着热恋期的感觉，突然出现的男人胖虎让他警惕了起来。他是小春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他们俩时常像兄弟一样互相搂抱。小狗觉得这回碰到的麻烦比当年在欧洲求学时还要棘手，但说起来真正棘手的还是这个夏天。他发现小胖偷偷溜上天台，在那儿喷漆涂鸦，夏天正准备用手机把这一幕拍下来，结果不好的是小胖发现了他。夏天吓得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去，小胖一头扑过去，试图阻止正欲大声呼救的夏天。这时候隔壁的胖嫂看到了自己的儿子，胖嫂的斥责声给了夏天逃跑的机会。紧跟着胖嫂跑过来不停地向夏天道歉，他解释自己儿子智力只相当于岁的孩子，这个孩子一直很喜欢樊姐，他担心夏天住在樊姐被害的地方会有危险，所以才一直在门上乱写字，希望吓走夏天。胖嫂跪下来恳求夏天不要报警，
夏天看着他那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心软了。后来春乃找到了夏天，这位不认字的老奶奶跟夏天一起练习写字。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之后，春乃告诉夏天，在他看来，小胖是个好孩子，不会去伤害别人。春乃的话让夏天彻底放弃了报警的念头。回去的路上，夏天遇到了警察小白。这附近最近出事不断，小白特地加装了监控，监控刚好拍到小胖跑出来。小白专门来询问夏天是否出了什么事。夏天犹豫了一下，撒了个谎，说小胖只是过来玩的。就这样，先把这件事压下了。这边大凡正在帮教授澄清误会，教授给他的钱并不是为了买论文创意，而是因为之前对大凡学业施压过猛，所以道歉。论文其实是两人合作研究的课题。有人在校内论坛上指责他们的论文抄袭了外国哈兰德教授的作品。大凡在白板上写下了自己超前的论文思路，证明了自己的能力。学校震惊之余，决定认真研究一番。研究数学让大凡感觉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他变得更加振奋。他还买了一部新手机，专门和夏天聊天。他们像热恋的情侣一样，从日到夜不停地聊，一边通话一边进行晨跑。夏天把海边美丽的日出拍下来给大家看。大凡晨跑时已经看过无数次日出，并不觉得新奇，但因为是心爱的人拍给他的，所以大凡觉得今天的日出特别迷人。在这段感情中，唯一不开心的就只有秋天。他还没来得及告白，就已心碎。深夜里，他独自喝酒，和陌生人吵起了架。房哥就像神奇的哆啦 A 梦一样出现了。秋天醒来时，房哥已经在他身边了。原来他喝多后给房哥视频过。房哥听他吵架声音，很担心。他像侦探似的找到了他。房哥对秋天说了一句经典话：单恋也不错，不管对方怎么想，只要看到他好，自己就开心。房哥这番话送给秋天的同时，其实也送给了自己。第二天，大凡挤出时间长途跋涉陪夏天看电影。他第一次手机聊天，第一次看电影，第一次夸女孩漂亮，都给了夏天。女孩脸红，只好笑着掩饰害羞。夜里，夏天的好心情突然结束了。他回到台球厅，看见小胖慌张逃下楼，死亡非常突然的降临了。死者是本地的老好人春乃。夏天难以相信，小胖被当成嫌疑人带走。审问后，小胖承认了犯罪。小胖爸爸说，儿子是害怕警察才撒谎。胖嫂也说，案发时儿子和他在一起吃饭。夏天忍不住了，说了他看见小胖逃跑的事。他身上还沾有红色液体。夏天上楼，看到墙上写着恐吓的字。春乃躺在血泊中。警方调查监控，发现小胖很早就在台球厅了，看上去像是在等待时机。葬礼上，春爸打了夏天，责怪他没有及时报警，还让春乃冒险去学汉字。夏天只能一遍又一遍说对不起。春爸的话让大家都很难受。从那天起，大家开始避开夏天。秋天担心这是会影响大凡写论文，他想瞒着大凡，直到一个学生透露了秘密，原来是教授找人举报自己，然后再找来大凡澄清此事，利用这事让大凡帮忙解决难题。这都是教授精心安排的。一时间，秋天陷入了纠结，他不确定到底说还是不说才是对大凡最好的。夜里，春爸将葬礼上收到的香火钱交给女儿保管。那个酒鬼决心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春乃去后，家里就剩下春爸和2个孩子，他害怕这个家会就此解体。小春很恨春爸，恨他为什么不早点觉悟，这样家里可能就会有更多温馨的回忆。但是一切都无法回头了。有的人被过去的记忆困住了，有的人正向着新的未来前进。小狗的父母要他回美国继续学业。他在春乃事发前就感觉到小春和胖虎关系密切，他对小春的感觉很复杂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他只能跟夏天说起即将离去的事，不止小狗要离开。小春明白不能怪夏天，但还是情不自禁地责怪他导致了春乃之死。夏天能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，他也认为自己对春乃的去世有责任。加上秋天曾说过，夏天打乱了大凡的宁静生活。经过深思熟虑，夏天决定离开这里。秋天偶然从房哥处得知了夏天的决定，他不希望大凡留下遗憾，因此他找到一直在图书馆的大凡，告诉他一切。秋天把近期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大凡。大凡慌张地从图书馆冲了出去。他在离开的路上遇到了夏天，他把夏天带回家暂住。2人都认为春乃的案件疑点重重，他们决定要查明真相。第二天，大凡克服心理阴影，陪夏天回到了台球厅。他们首先查清楚了一个疑点：夏天之前去看望过小胖，发现小胖不知何时丢失了眼镜，现在他的视力很差，但台球厅新增的涂鸦却线条清晰，这不像视力不好的人画出的作品。大凡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，可能凶手本意是要害夏天，栽赃给小胖，没想到出错杀了春乃。此时夏天补充说，如果大凡的推测是对的，他认为凶手可能不止一个。小胖之前展示过他的力量，一个人很难控制住他。中介大叔也来到了台球厅，他打算买下这栋楼，暗示夏天可以搬走了。场面一度变得尴尬。之后，大凡和夏天去了小胖家，得知小胖早在出事前就因为丢眼镜而视力不好。他们仔细观察了小胖在墙上的涂鸦。说到台球厅那些最新的涂鸦，他们像是在暗示谋杀。
但小胖的涂鸦却更像是急切的警示。那儿的空气并不沉闷，一直保持沉默的大凡注意到了小胖墙上的图案。他觉得这个图案似曾相识，但一时想不起来。没想到这个图案竟成了破案的线索。大凡和夏天后来去看望小胖，恰巧几个穿校服的不良少年在那儿接受问话。大凡发现小胖看到他们格外害怕。学霸大凡那敏锐的直觉被激活了，他对真相的探求越发深入。夜晚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，台球厅的卷帘门上意外出现了新的涂鸦，内容竟是小胖卧室墙上的那个奇怪图案。警察小白帮忙调取了监控录像，可是录像中只能看到一个戴兜帽的神秘人，脸庞不清。第二天，这个不安宁的地方又发生了新的突发事件。胖虎遇见了曾经让他进少管所的那些不良青年，那帮人以前欺负过小春，胖虎为了保护挚友与他们打了起来，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后果。这次出狱，胖虎本想过平静的生活，可是这些渣子的行为实在太过分，他们以小春为话题，不停地激怒胖虎。忍无可忍，胖虎再次动手打了他们。小春得知后马上去阻止胖虎，那时正在约会的小狗却不高兴了，他对胖虎的情况一无所知，只知道小春曾多次为了胖虎抛下他。一时冲动，小狗透露了自己即将去美国的消息。小春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赶向了胖虎那里。遗憾的是，他来晚一步，胖虎已被警察带走。当天的纷扰还没有结束，中介大叔和小白偶遇了那个神秘的涂鸦者。他们追赶时，中介大叔跑得慢，跟丢了，结果在半路上又碰到一个戴兜帽的神秘人。他们决定分头行动，一个人追一个。此时故事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，中介大叔追的那个人竟是夏天。小白追到台球厅，发现神秘人是大凡。故事回溯到不久前的往事，夏天在了解众人的关系时，从房哥那儿得知樊姐遭遇不幸的那天，大凡的爸爸声称自己和中介大叔一起去钓鱼，但中介大叔否认了这件事。此事导致两人之间产生了矛盾。那年中介大叔的儿子岁，他就是后来成为警察的小白。这份情报非常关键。小胖墙上画的涂鸦原来是附近初中的标志。之前小胖害怕的并不是那些不良少年，而是他们身上的校服和校徽。把这些信息综合起来看，小白非常符合这起凶案的嫌疑人特征，而小胖是目击这一切的证人。中介大叔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，最后陷害了樊爸。当大凡和夏天分别向小白和中介大叔展开推理时，两人的反应完全不同。小白变得更加狂躁，中介大叔则埋怨夏天没有证据。这时候夏天巧妙地反击了他。不久前，小白又打算作案，他故意躲在摄像头拍不到的角落，引诱小胖进入台球厅陷害他。结果小白的身影被旁边的玻璃反射，还是被录了下来。听到这些，中介大叔露出凶恶的面孔，准备杀人灭口。夏天利用早已准备好的电击器，成功制服了对方。然后他迅速去报了警。刚才的对峙，夏天已经全部录音。大凡那边也提前安排好的监控记录下了小白攻击他的场面，再加上小胖的指证，中介大叔被确认为春乃凶案的凶手。这时候，故事回溯到多年前的往事。小胖其实一直都在那起命案现场。态度嚣张的小白非常讨厌学习好的樊姐。一次争吵中，他一推樊姐，导致他头部受伤身亡。不知是不是当时就打算栽赃嫁祸，他穿上爸爸留在台球厅的外套逃跑了。这也使得大凡误将小白当成了樊爸。真相大白之后，大凡找到樊爸道歉，樊爸全程无言，只是眼睛湿润了。刚刚平静下来，又起了波澜。春爸为了孩子在工地上辛勤劳作，一次聚餐被工头强迫喝酒，这让他重新沉迷于酒精。他偷了钱，离家出走去赌博了。最近小狗刚离开，小春没有人可以诉说心事，幸好夏天足够警觉，及时阻止了小春的自杀行为。小狗临走前曾请夏天照顾小春，夏天因为确实关心小春一家，所以决定留下来和小春一起生活。夏天在当地当了送奶员，他每天凌晨4点开始送奶。他克服了早起的困难，他忙完所有工作都还不到8点半，剩下的一天时间可以自由安排。夏天现在住在小春家，用他的房租来交小春姐弟的学费和生活费。孩子们上学后，他就去图书馆陪大凡一起打工。图书馆关门后，他们俩会一起去跑步。一直不爱说话的大凡最近变得健谈，现在他比夏天还爱聊天。他重新开始了数学研究，先前合作的一位国外教授带来了轻松的新观点。他认为生活和家庭比工作更加重要。这种想法让大凡感到释然，反倒激发了他更强的学习潜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发生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事情，小狗竟然回来了。他在美国思考了许久，最后发现自己无法抗拒对小春的感情。他这次回到韩国，就是为了求婚并与小春结婚。他决定今后不再嫉妒，好好的跟胖虎相处。故事终于迎来了善良之人的圆满结局。